冉高明。我第一个观点非常简单，我不支持，因为这个软件啊晦气。都说前任应该像死了一样，那这个软件不就是线上零元吗？不害怕呀？啊？来说一下这个评论客不客观，我就不说，我就有一个问题，这个评论怎么保证新鲜呢？我上一个前任还是我学生时代的事儿了，他能评价啥？冉高明，一个爱用钢笔的阳光男孩。你们看看现在的我，一个爱用眉笔的彩妆男孩。唯一没变的就是男孩，用他说，啊，既不客观又没时效，这种评论叫什么？这就叫屎壳郎喷香水，不值一文。了解一个人方法有很多，但最没必要的就是通过他前任的那张嘴，这是第一个观点。来，第二，有了这个软件，婚恋市场会更加糟糕。大家都参考评论找对象吧，有点评的地方就得有排名。点开一看，前任精选，人生中不可错过的100个男人，是不是有尝试一把的冲动？好饭馆要排队，好男人也得等位。下边评论区全是排队留言的，哥哥看我，哥哥爱我，哥哥什么时候快来爱我？哥哥，评论区要下蛋了。哎，好货下边人满为患，大家都在后边等位。我这种人质量不硬，就只能靠命硬，把前面的人都熬死，把那些好货熬成100年老店，才能轮得到我。他就算还活着，我俩最多最美的承诺就也就只剩合葬了。做什么灵魂伴侣？做彼此的陪葬单品吧。这个软件会给你一种暗示，它让你觉得只要找到一个对的人，你就可以得到一段对的爱情。但是爱情的真谛是这样吗？不是我们在遇到一个好人之后就可以拥有一段好的爱情，而是感觉对了才确定自己爱对了人，不是吗？当然，对于我这种滞销货，这个软件更加刻薄。我要想开张，我就得花钱搞营销，给自己挂一大对联，哎，冉高明，色香味情，包您满意，薄利多销，让您称心。横批：欢迎光临。我是什么？爱的野味吗？到最后是既没成家，人民币也没少撒，光见钱少，不见人来。软件心疼我，送我一官方认证，撒币男孩。这叫什么？光着不拉磨，转着圈儿的丢人。这个软件既不改变滞销货的行情，反倒让我增加了一个烧钱的途径，我不支持。第三，这个软件对于正在谈恋爱的人更是一种骚扰。恋爱当中很多特点啊，都是一体两面的。爱你的时候你是优点，然后不爱你的时候立刻就变成了缺陷。现在好了，举头3尺有点评，谁还能敢爱敢恨？白娘子爱他，他就是知恩图报的人间绝色；不爱他，他不就是个披着人皮的千年母蛇吗？你们再想一下，灰姑娘爱他，她是南瓜车上的水晶鞋公主；不爱他，她不就是个到点还鞋的拼单假名媛吗？这个好。所有的特点都可以变成日后全世界看到的缺陷，谁还敢放肆相恋，对吧？对。最后一个点，我要回归说一点人话了。前任题总得聊前任。我在准备这道题的时候呢，我非常的害怕，不是怕我打不好，我是真的害怕我的前任会看到。我呢，也是谈过恋爱的啊。我应该算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伴侣，在那段相处的期间，我们出去玩，每次都是他先给我发的信息是我到了。我每次玩游戏错过回他的消息，他都跟我说没关系。我每一次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到挣钱这件事情上的时候，他都说没关系，我陪你，你这么努力工作，早晚有一天都会变成好故事可以说。他做的最多的事就是默默地帮我记录，于是我才有了去年在这个舞台上喷火和驯兽的好故事。这算一个温柔的伴侣吧。当我在回忆这个前任的温柔的时候，我发现他为什么温柔，是因为他对面站着的是一个自私的我，他为了我选择了温柔。我要把这些写进点评里吗？我要怎么写？他是一个善良的前任，他可以接受你的迟到，包容你的贪玩，理解你的自私。我不敢写。
因为我怕我写下去之后，又因此引来另外一个自私的爱人，因此喜欢上他。我希望他这辈子都不再需要善解人意，因为他也值得被包容，也值得被照顾。分手其实是一个句号，但因为点评软件的存在，它变成了一个冒号。当我写下的留言，它不仅结束了上一段感情的终点，它也写下了它下一段恋爱的起点。这个软件最大的问题是它破坏了我们相处和离别的一种默契。在一起，我们面对的是携手前行的誓言；分手了，我们是背对的就是不再打扰的承诺。所以，如果我们的感情最终走向末路，那就用不评论给彼此最后的保护。谢谢。哦，那真棒，真棒，真棒，棒，特别好。iQIYI, strange name, amazing shows.